帕梅拉和拉尔夫是一对再婚夫妇，两人拥有相同的信仰，而且还是亲家关系。但就是这样一段亲上加亲的婚姻，却在5年后迎来了不可预料的结局。某天早上，拉尔夫被人发现倒在了家门口，而帕梅拉则死在了家里。911, where's your emergency? We need an ambulance at, I think it's 302 West 3rd. He looks like he's been shot. He said someone broke in last night, giving his life oath. 案发后，幸存的拉尔夫很快表示他们家遭到了抢劫，并且回到现场重现了事发经过。但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拉尔夫在叙述过程中透露了一个离奇的细节，声称抢匪对他做了难以启齿的事情。He grabbed me with the other hand on my hip right here, and he proceeded to assault me. 那么本案究竟是因何而起？拉尔夫和帕梅拉又经历了哪些遭遇？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沃尔森堡。该市位于科罗拉多州中南部，坐落在落基山脉东麓与东部大平原之间，常住人口约为3000人，是维尔法诺县的一个城市，也是该县的县治。主人公帕梅拉出生于1965年3月27日，她是科州本地人，平时的生活非常简单，主要围绕着宗教和家庭，是一位全职主妇和狂热的耶正追随者。通常来说，耶正信徒很少与非信徒结婚，因为他们有着严格的宗教规定，要求婚姻双方信仰一致。但是帕梅拉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是在嫁给坚定的世俗主义者杰里后才开始信仰耶正，所以两人在婚姻存续期间经常面临信仰差异产生的问题。例如，帕梅拉禁止杰里抽烟喝酒，也不允许他庆祝任何传统节日。更让杰里难以接受的是，帕梅拉拒绝让2个女儿就读公立学校，只允许她们接受宗教教育。总的来说，帕梅拉将自己的信仰强加给了杰里和2个孩子，处处表现出将信仰置于一切的态度。不过即便如此，帕梅拉也未能改变杰里，杰里始终坚持不信教，也不参加与教会有关的活动，这导致两人的感情逐渐出现问题，最终在2010年结束了婚姻。She says, I don't want to be married to you anymore. The first thing I told her was then file for a divorce, and then she said, no, I can't, which didn't take me long to realize it was because of the religion that she couldn't, and I told her, okay, I would. And I packed up my things and left that night. 正如杰里所说，最先提出离婚的是帕梅拉，但提交离婚手续的却是杰里。因为帕梅拉受到宗教限制，无法主动离婚，只能通过这种变通的方式避免违背宗教教义。除了杰里与帕梅拉离婚，这年他们家还发生了2件大事。帕梅拉的大女儿香农嫁给了一位名叫艾伦的男子，而帕梅拉则与艾伦的父亲，他的亲家公拉尔夫结婚。事实上，帕梅拉与拉尔夫的结婚时间早于他们孩子的结婚时间，只不过由于帕梅拉担心刚离婚就火速再婚可能会在教会中引起非议，所以最初他们隐瞒了婚讯，直到香农和艾伦完婚后才对外公布。至于帕梅拉为何会嫁给拉尔夫，原因主要有2个方面。一方面，拉尔夫与帕梅拉信仰相同，并且拉尔夫的妻子迪娜在6年前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所以拉尔夫成为了事实上的单身汉，符合再婚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香农和艾伦的婚姻属于教会撮合的结果。按照教会的规定，帕梅拉和拉尔夫作为孩子的父母，必须全程参与他们的恋爱和婚姻，以确保整个过程符合宗教教义。也就是在这期间，他们有了许多相处的机会，逐渐产生了好感。总之，不管怎样，帕梅拉非常满意这段婚姻，终于实现了与伴侣共同信教的愿望。只不过他与拉尔夫的结合害苦了刚刚结婚的香农和艾伦，因为从家庭伦理角度，两人已经成为继兄妹，这层关系让他们感到非常不自在，同时也受到了许多人的指指点点。最终在结婚半年后，香农和艾伦放弃原本的信仰，草草结束了婚姻。接下来的4年里，香农因为难以放下心中的芥蒂，逐渐疏远了与帕梅拉的母女关系，而帕梅拉和拉尔夫则搬到了隔壁城市沃尔森堡。
他们开办了一家古董商店，日子过得相当红火。或许正是因为生活非常安逸，帕梅拉从未想过与女儿修复母女关系，毕竟是她的自私自利才导致了香农的婚姻失败，也影响了两人的母女关系。不过4年后的某天，帕梅拉似乎想开了，主动约香农见了一面。但没想到的是，这次见面竟成为母女二人的最后一面。短短数天后，悲剧发生了。2014年1月16日早上7点30分，住在拉尔夫隔壁的邻居法拉在准备出门上班时，发现拉尔夫倒在了家门口。他的脸上遍布淤青，头部有一处明显的伤口，嘴里不停喊着快点救救我，快点救救我。法拉见状赶忙询问了拉尔夫，得知他们家昨晚遭到抢劫，抢匪攻击了他和他的妻子帕梅拉后，法拉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911, where's your emergency? He looks like he's been shot. He said someone broke in last night, him and his wife both. How are they doing? He's not good. He's crying and he's telling me to go help her. She's in the kitchen. I'm going to get my neighbor to help me here. 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护人员很快抵达现场。经检查，拉尔夫和帕梅拉均遭到钝器袭击。拉尔夫的伤势并不算严重，伤口主要分布在头顶、面部和躯干，大部分都是皮外伤。但帕梅拉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她因后脑遭到重创，已经失去抢救机会，死在了厨房的火炉旁边。通常来说，警方会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勘察现场，但由于当地警局警力有限，需要寻求州警局的帮助，所以勘察工作暂时推迟，调查首先从拉尔夫开始。案发这天晚些时候，警方询问了刚刚出院的拉尔夫。根据拉尔夫的说法，他是在凌晨时分遭到了2名抢匪的袭击，当时他正准备下楼为木柴炉添柴，但刚走下楼梯，接着就听到存放古董的房间传出了叮叮当当的响声，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被人从背后打了一闷棍，接着又被另一人从侧面袭击了面部。左右夹击之下，他很快失去反抗能力，一头栽倒在地，陷入了昏迷。再次醒来时，歹徒已经不见踪影，而帕梅拉则倒在了厨房的地上。他强撑着爬上前，摸了摸帕梅拉的脸颊，发现已经没有温度。随后他又爬到门口，向邻居发出了求救。Her head, there's this blood all over, and there was blood on the floor, and I touched her cheek. 拉尔夫讲述的事发经过非常简单，大致可以总结为他在遭到袭击后很快陷入昏迷，既没有看清凶手的样貌，也不清楚帕梅拉的遭遇，对警方关心的所有问题一无所知。鉴于上述原因，警方决定带拉尔夫回到案发现场，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拉尔夫唤醒缺失的记忆，希望他想起更多有用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拉尔夫多次提到他们家遭到抢劫，警方需要确认现场丢失了哪些物品，毕竟他们家存放了许多古董，如果凶手将古董变现，可能会成为重要的线索来源。在此之前，警方提前做了必要的物证采集工作，以免现场遭到破坏。I want to take your report for what's missing, okay? Okay. 拉尔夫同意了警方的拍摄要求，首先检查了1楼的客厅。Television gone. Tell me about the TV. Vizio, 31 inch. Okay. 然后他又带着警方来到了2楼。My washer's gone. This is her personal room. I've kept stuff in there, her different rings, different earrings. 接下来，拉尔夫走下楼梯，向警方演示了他遭到袭击的经过。When I walked here, I heard a creak here. Okay. And I went to look, but I got hit. Okay. And I walked around. I walked all the way around into here, into the kitchen, and Her head was right there. Okay. And I touched her cheek. 截止到目前，展现的都是拉尔夫表现正常的画面。他盘点了住所内丢失的各种物品，也重现了事发经过，但是他还有一些不太正常的表现。首先，在对帕梅拉的房间检查时，拉尔夫注意到警方拆走了梳妆台上的抽屉把手，他对警方的这一行为感到难以置信，表现的就像超出了他的预期。What happened to all the knobs? Well,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e knobs are gone.
其次，警方在洗衣机里找到了一张尚未清洗干净且带有血迹的古董地毯。他们询问了拉尔夫地毯的来源，但拉尔夫却表示此前从未见过。I mean, I've never seen these rugs. 除此之外，警方还在现场发现了一些与拉尔夫描述不符的地方，例如他们家的后门玻璃遭到了破坏，乍一看就像是有人闯入了房间，也符合拉尔夫所描述的抢劫。但通过这张照片可以看到，门框上残留的玻璃朝外，碎玻璃也都掉在了外面，显然玻璃是从房间内打破的，而不是房间外面。还有，帕梅拉遇害的火炉旁边有一根带血的拨火棍，明显这就是杀害帕梅拉的凶器。但比较奇怪的是，凶手既没有带走拨火棍，也没有随意丢在尸体旁边，而是整齐地放回了原位，这一点极其不符合常理，除非凶手是一位重度强迫症患者。鉴于上述原因，警方对拉尔夫产生了怀疑，同时拉尔夫也察觉到了警方的怀疑，这使得本案的发展愈发变得戏剧性。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警方详细调查了拉尔夫的背景以及他与帕梅拉的关系，而拉尔夫也没有闲着，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封长达3000字的公开信，详细描述了一个与此前完全不同的事发经过。首先，拉尔夫在信的开头责怪了自己的无能，表示他没有保护好帕梅拉，内心非常愧疚。然后他又提到遭到袭击的时间是在周二晚上，也就是报警的2天前。在此期间，他多次遭到歹徒的殴打和侵犯，整个人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状态非常糟糕。He grabbed me with the other hand on my hip right here, and he proceeded to assault me. 其次，拉尔夫还描述了2名凶手的大致样貌，称他们是一高一矮、皮肤黝黑的西班牙裔男性，其中个头较高的歹徒留着短卷发，戴着黄色眼镜，宽鼻子，厚嘴唇，脸颊一侧有伤痕，而个头较矮的歹徒则描述的相对较少，只提到他的脸上有许多麻点。在信的结尾部分，拉尔夫着重描述了歹徒临走时的情形。他写道：当我醒来时，帕梅拉已经身受重伤，正躺在我的身边不停抽搐。我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但几分钟后他就不再有反应了。我大声呼喊了他的名字，不由自主地哭了出来。就在这时，2名歹徒拿着手枪走到了我的面前。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和无助，甚至不自觉地尿了裤子。紧接着，其中一人将手枪按在了我的身上。只听啪的一声，扳机发出了清脆的响声，但子弹并未射出。事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是在戏弄我。但是我的噩梦并未结束，很快我再次被他们打昏，直到周4早上才逐渐苏醒。Nothing in his statement matched anything that I knew to be at the crime scene. It just didn't make sense. None of it. 正如办案警探所说，拉尔夫在公开信中所写的内容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在解释警方发现的疑点。首先，警方曾告诉过拉尔夫，帕梅拉的死亡时间并不在他所说的案发时间内，而是在更早之前。所以拉尔夫利用公开信的形式修改了案发时间，从周3改成了周2。She didn't die a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Had to be earlier than that. And we're going to go after today. We'll know that. Okay. And that's going to come back to you. 其次，拉尔夫还在公开信中提到，凶手作案时佩戴了一双带有 LED 的手套，目的是为了解释案发现场没有其他人的指纹，也就是他看到警方拆走了抽屉上的拉手，担心警方检测不到其他人的指纹，从而对他产生怀疑。All of a sudden now his attackers, he remembered that they wore gloves with LED lights on them, which would explain why no one else's prints would be on the knobs of the drawers. 更加离奇的是，拉尔夫竟然还解释了后门框上的玻璃为何会掉在门外，以及拨火棍为何会放回原地。要知道，这些疑点警方从未向他提起过，完全是他自己的猜测。关于这段内容的解释，大致可以总结为，他在醒来后，由于意识还未恢复，所以不自觉地就将火棍放回了原地，这也是他平时的生活习惯。
至于门框上的碎玻璃，则是他外出求救时不小心弄掉的，也就是他改变了最初的说法，从原本的前门离开改为了后门。总的来说，拉尔夫的这封公开信逻辑非常混乱，不仅未能洗清作案嫌疑，反而加深了警方的怀疑。通过检测案发现场的物证，警方很快确定现场从未出现过第三人，所有的指纹和 DNA 均来自拉尔夫和帕梅拉，因此最终确定拉尔夫是本案的凶手。 Robert, ge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now! Keep them there! 2014年10月7日，案发9个月后，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拉尔夫。尽管拉尔夫仍然否认与本案有关，并试图将责任推给本地2位有过犯罪前科的拉蒙和何塞，声称他们在案发后出售了自家丢失的珠宝，但是这一策略并未起到作用，因为警方不仅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还查明了拉尔夫的犯罪动机。简单来说，拉尔夫信仰的宗教强调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但拉尔夫的私生活却非常混乱，至少与2名女性长期保持着不正当关系，其中1位甚至跨越了他的2段婚姻。虽然尚不清楚拉尔夫是否考虑过与情人结婚，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出轨行为是导致本案发生的重要因素。首先，根据帕梅拉的女儿香农所说，帕梅拉在案发前几天曾提到过她与拉尔夫的婚姻并不幸福，这表明帕梅拉对拉尔夫的不忠行为已经有所察觉。其次，尽管拉尔夫的出轨行为违背了他所信仰的宗教教义，但拉尔夫却高度依赖教会，需要通过信仰在教会中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依赖主要体现在社交和生活层面，也就是他的社会关系网。所以综上所述，警方认为拉尔夫的犯罪动机主要源于出轨行为的暴露，担心遭到教会成员的孤立，最终决定通过杀害帕梅拉以掩盖自己的秘密。实际上，拉尔夫很可能并不是第一次作案，他失踪的前妻迪娜大概率也遭到了同样的悲剧，因为拉尔夫的出轨行为早在第一段婚姻时就已经开始，而且在迪娜失踪后，他的儿子艾伦曾在自家地下室发现过迪娜的手机、钱包以及失踪时所穿的衣服，所以迪娜显然不可能是离家出走，更有可能是与帕梅拉一样，因为发现了拉尔夫出轨，从而遭到了拉尔夫的杀害。I've been going through some of my dad's stuff in the basement. I found a box of stuff that supposedly she had taken with her. It was a denim jacket that her mother had given her. Passport, driver's license, a cell phone were down there. 不过由于艾伦当时只有11岁，出于种种原因，他并未将此事告诉任何人，直到本案发生后，他才鼓起勇气讲述了这件事情。2016年2月25日，案发2年后，本案开庭审理，最终拉尔夫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